这里是 TechTailor 科技说你的科技变迁，我是 River。开放式耳机这几年发展得很快，甚至我认为有超过骨传导耳机的声量。骨传导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很贴合你的骨头，你的声音才会清楚，而且不同头骨位置也会有差异。这个我们之前在3分钟说科技有简单介绍过两者的差异。开放式耳机市面上的样式种类也是非常的多，那到底差在哪里？各有什么优缺点呢？这支影片我就会详细分析我的使用心得。那想要3C 科技提高你的生活品质吗？记得先订阅 TechTailor 科技说哦。这次我挑选的价位非常的广，为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和了解价差是否等于体验差。所以我从最便宜的虾皮到最贵的 BOSS 都买来测试体验，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300块的白牌到底多么厉害。像我这次挑选的这个虾皮呢，这款是4.8颗星，358元，售出1.6万副，有8000多个评价，听起来就很厉害。然后开放式大多数都是以耳挂式，只有极少数是用耳夹式。当然最特别的还是 Sony 的 Limbus WF-L009 这款，直接用耳道式的设计，直接挖孔。耳夹式我之前其实用的体验不好，第一次接触应该是某日系募资品牌，那时候觉得很新奇，但那个佩戴体验真的不大行，因为用夹的方式，耳朵单点要负担的重量太重了，导致舒适度大幅度降低，之后就再也没碰过了。但这次我去体验，发现几款针对耳夹式的体验，有些品牌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决定在这一次加进来分享给大家参考我的心得。这次呢会用舒适度、稳定度、隔音、音质、外观和设计、App 这几个维度去做比较给分排名，最后也会有漏音、音质和通话的实测。今天的选手呢总共有16款，包含了最新最贵的 BOSS、最新耳夹华为、最近新出的耳挂 Soundcore AeroFit 以及台湾品牌 X-Round 等等，尽可能把所有开放式耳机都加入比较。第一，舒适度。我自己近期都有戴帽子，然后我有戴眼镜、耳环，所以对于这个耳机的佩戴是很讲究的。前面有提到，大部分的开放式耳机都是以耳挂的方式设计，主要是因为开放式耳机讲难听一点，就是把一个喇叭放在耳朵外面放音乐，在听到音乐的同时，还可以用最自然的方式听到环境音。刚刚有提到，开放式大部分分为耳挂式和耳夹式。那耳挂式呢，有时候会卡到眼镜，但相对的稳定度就强。耳夹式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卡到眼镜的镜角戴口罩减少耳轮的压迫感。当然，如果你戴耳环打的很多的，打到耳骨上的，有机会还是会卡到的。我这边直接排名我自己的体感，我觉得应该分为2个象限，一个是异物感，一个是负担感。那分数如果越高代表异物负担感越轻。异物感比较像是戴上去会不会咬皮肤，或是出音孔是不是很贴耳朵，又会压耳骨之类的。负担感呢，就是佩戴时耳挂的话呢，就是耳朵上半部呢会不会有久戴的压迫感，这部分的体验差距很大。有的可能戴没多久我就开始痛了，有的可能我停掉音乐后会忘记有戴耳机。以下我会直接做分数的排行，并简单点评。我有简单对每一款的体验做说明，那会从价格最低的开始分享。第一款这个虾皮 D20A 异物感蛮强的，特别是耳机后面这个重锤我有稍微对比其他的耳挂耳机，发现它接触到的皮肤是最多的，因为它的面积都比其他款要大。耳机本身重量感、体感算轻，所以负担比较无感。第二款拓图 OWS 开放式，拓图这款我真的觉得设计有问题，它真的是几乎要用硬塞的方式佩戴，它没有像是其他蓝牙耳机可以打开夹起来的，体验真的不好。一夹上呢，其实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了，真的很想给这个项目0分。第3款 Soundpeats Go Fit， 存在感有，但负担感轻。比较意外的是，长时间佩戴呢，不会有耳挂常见的耳骨挤压、耳廓压痛感都没有，这是令我比较意外的，表现得很出色。第4款 Tozo Open Bass， 异物感其实算蛮有感的，会有东西贴着你的感觉，但是不是压着你，这是有所区别的。负担感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佩戴1个小时以上也没有感觉到痛或是痒不舒服之类的。第5款 Life and Soul EC1， 异物感比较明显，就是会有明显耳朵上有夹东西，久戴1个小时呢，在耳朵对耳轮这个地方会有夹痛感，但重量很轻，不会有负重感。第6款 Open Rock S，Open Rock 虽然有感觉到佩戴感，但是负担感却比想象的轻巧。使用2小时呢，并不会有压耳的痛感，只有微微的夹着的感觉。异物感来说呢，只有在耳廓的上半部以及耳道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整体的佩戴上非常的好戴。第7款 X-Round Track 的负担感非常轻，虽然不是到无感，但是不会压耳朵，重点是稳定性也是够，运动弯腰什么的都非常牢固，
只有在耳朵下半部耳廓会有一点点挤压感而已。异物感呢，我也觉得真的就只有在耳朵上面有挂东西，轻轻的这样而已。第8款 Sony WF-L900 Limbus 讲难听一点就是耳道式入耳式耳机，但是又没有耳塞，所以它少了细胶柔软亲肤感，真的就是一个硬硬的东西卡在里面这样子，稳定度够，但是那个异物感啊，真的用久了会有点不舒服，久戴是会有胀痛感的。但是就是跟其他形式比呢，它也是有优点的，不会像耳挂卡进角，不会像耳夹卡耳环、卡佩戴位置，有利有弊。第9款 Soundcore Aerofit 佩戴没有到很无感，但也不会说戴了会不舒服，算是中规中矩。更多的是在于耳朵上半部会有压力感，以及耳朵后面会有夹感，和对耳轮上角的部分呢会有被顶的感觉，其他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第10款 Emit Airflow， 不得不说这应该是我目前用过佩戴感极好的耳挂式耳机。我很常就这样戴着啊，然后有人跟我说话，我就暂停音乐，结果也就忘了我有戴耳机。中午就要去吃饭了，听起来很唬烂，不信你可以问 Kenny。没错，第11款 JBL Soundgear Sense， 简单来说就是有感觉在戴耳机，但没有很难受的负担感。异物感呢有，就是感觉耳机碰在耳道口的地方，但不会有压迫感。简单来说，中规中矩。第12款 Clear Arc 2代，戴上时呢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有感，比较多的是耳朵上半部和耳道，上半部呢有一定程度的压迫感，耳道呢则是有轻微的挤压感，戴着都还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拿下就感觉到，耳朵变轻松，有压痛感。除了上半部外呢，后半部也会有胀痛感，这感觉就很像小李在跟我爱罗打时卸下的负重那样的轻松。これで楽に動けるぞいや。ガーラの砂についていけるわけが。第13款 Soundcore Aerofit Pro， 佩戴呢会有不舒服的地方，大多在这个耳机后面这个重垂靠的地方会有轻微压迫感，耳廓上面呢会有接触感，不会有压力。我佩戴大概2个小时，基本没问题。虽然不是到无感，但是至少它不会有让耳朵痛想要取下的感觉。第14款华为 Free Clip 真无线耳夹式。不得不说 Free Clip 这一款很厉害，它的耳夹式已经接近很无感了。我佩戴大概3到4个小时，几乎没有夹的感觉，重点是很稳固，真的很猛啦。我个人是觉得，就耳夹式来说，佩戴感很顶。第15款 Just Open Fit T910， 它主要是在外耳廓这边会有夹痛感，还有这外耳骨呢会有明显有东西这样顶着的感觉。差不多用1个小时就有感觉了，但我自己戴2到3个小时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只是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到微胀痛这样。第16款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这款我不确定是不是设计问题，就耳夹式来说，它的佩戴方式非常好理解，好佩戴，它是这样卷起来拉开的设计方式，异物感有明显有一个东西靠在耳朵上，跟前面介绍的夹耳式耳机差不多，几乎没有所谓的负重。Bose 也是唯一一款在低音的时候，除了声音的震感外，会有明显的物理震动，导致有感觉一直在提醒我，你有戴耳机。某些角度看呢，它的存在感很高。基本上大家的稳定度都很够，但总结了我自己啦，无视其他象限，只求不会脱落的话，耳挂大于耳夹大于 Sony， 因为我不知道 Sony 要归类在哪里。耳挂呢，基本上我觉得都不会脱落，但是我发现前后运动的时候都 OK， 但是左右晃动的时候呢，有的耳机就会有感觉到晃动脱落了。基本上16位选手有9位是完全贴合的，有7位选手则在左右晃动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感觉到脱离耳道。除了 Bose， 其他不用担心松脱。Bose 在激烈运动时呢，会有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位移的感觉，但安全感还是有的。只有 Sony 的 Limbus 真的会脱落，我还特地看了其他评测，或多或少都有跟我一样的状况。有的人是左耳，有的人是右耳，像我就是右耳，突然就松脱了，换了耳翼也一样。这方面呢，确实比较尴尬。个人的体验呢，排名刚好跟稳定度相同，耳挂大于耳夹大于 Sony。我自己研究和体感是觉得，因为耳挂式耳机呢，大多数都是一个单体对准耳道灌声音的感觉，再加上大多数的耳挂开放式耳机呢，几乎都是主打这个定向传音的技术，也确实集中感很强，导致就会像有一个音墙呢隔住外面的声音的感觉。基本上呢，50%以上呢，真的是需要暂停音乐，要不然我会听不到外面说什么。这边需要先说明，今天介绍这个产品叫做开放式耳机。
所以隔音不好是非常正常的。那这个隔音的排名呢，只是在说这些开放式耳机中谁的表现又更好。如果想要隔音好为前提，那请选择非开放式耳机。这边是耳挂式的评分排名。耳夹的话呢，我个人排名盘下来发现，差不多就等于售价的多寡。BOSS 的 Ultra 大于华为的 FreeClip， 大于 EC1， 大于TOTO。但其实啊，这个之间的差异都很小很小，可能就只有非常好、很好、很不错、不错的还可以的差距而已。那以下是耳夹式的排名。那 Sony 的 LINBUS 的隔音呢，是我觉得里面相对差的，但几乎没有隔音吗？也不能这么说，大概就是略比一些耳夹式好一些。相对的，它也是唯一一款哦，不用暂停音乐。当然，除非你开到70%以上爆大声那种，要不然我几乎是可以在有音乐的同时有其他人对话。当然，对我来说是仅限中文台语，英文对我来说耳机暂停也不一定听得懂。那隔音的好坏呢？除了比较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外呢，你被外界声音干扰的机会也比较小。所以像是 Sony 之外，其他款只要隔音越差的，基本上就会相对适合在安静的环境聆听。总结，隔音好不容易被影响，隔音不好呢，更保障你可以知道环境声音更安全。针对这部分呢，我还是决定用实测的方式让大家直接体验。我会先不放音乐，听一下外面的噪音，然后再用同样的音量大小播放音乐。当然，因为每个人的耳型都不同，特别是这个耳夹式这种很吃耳型，佩戴的好不好，所以这部分呢真的是仅供参考。音质我是觉得开放式耳机都是在听爽的，音质一定跟耳道啊、耳塞不能比，这是先天的问题。但每一款耳机的调音的细节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但对应到同价位来说啊，耳道耳机音质比较好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每一款耳机呢，我会用6个维度：解析力、分离度、沉浸感、高音、中音、低音，这几个呢会再综合一个平均分数，最后会作为这个耳机的音质评分项目。虾皮这款的音质有点出乎我意料，我自己听下来已经跟今天介绍的千元级距表现很接近了。人声突出，但是细节不多，有些许比较像是高音啊、电子音略微刺耳，声音比较薄，解析力还可以，但低音有点偏硬，没什么质感。基本上我听个响可以，问题不大。除了有时候左耳会有这个断讯问题啊，回到价格，我也才买358，然后人家还有过 NCC 认证，我实在不知道要减什么。平均5.3分。拓图这款呢几乎没什么低音，已经轻到我觉得甚至是不是我听的歌是不是没有鼓，声音很细很干，某些高音呢已经接近刺耳的状态了，但庆幸的是没有破音。我觉得就是听听流行乐人声 OK 啦。然后它的连线我真的不敢恭维，听一首歌哦，大概会有3到4次会有随机一耳突然断个1秒钟，虽然说马上就连回来了，但这个体验真的不行，而且我几乎要开到最大声才等于一般蓝牙耳机4成大小，买500元我可能就不计较了。
可是我买1000多平均分数4.3，声音很干，然后整体的起伏不大，有一种很平的感觉，声音后缩的严重，不确定是不是声音的指向性不够好，导致声音不够集中，很松散。我声音大概要开到70%以上，我才要感觉到大声。70%以下呢，会觉得让声音偏小声，声音的解析力不差，低音略弹，中音人声偏瘦，不会有那种闭吹灼灼的听感。但如果是以人声为主的音乐啊，可以些微听到不错的延伸感，这部分不错。我是觉得败在调音和耳机设计。平均分数7.1。Tozo 这款的音质算是有让我惊艳到，音质的解析力、细腻度已经到中位等级了，厚实度也算够，声音不会有那种尖锐的问题，高音还算可以。但女高音呢，一高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接近到不行的感觉了，快破的感觉。本质上呢，也是走比较暖调、颇耐听的。平均7.2分。先说音质，我自己听下来应该不是这款 Life and Soul EC1 所主打的卖点或特色。这样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我要说什么？声音本质呢偏干偏空，不够厚实。然后其实我不知道要怎么描述，就是总而言之，就是非常在意音质的朋友建议先试听。平均4.9分。有分为动态模式和舒缓模式。舒缓模式呢，就是抽掉低音，我个人建议是不要开，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没有比较好。声音的解析力呢没有到特别好，有点略糊，乐器听得出来鼓或弦，但形状不明显。人声的表现呢也很平，没有唇齿音。对应到价位的话呢，蓝牙耳机肯定是不合格的，但如果以开放式来说，大约65分吧，平均6.1分。Track 支援 LDAC 细节确实没话说，刷弦声形状清晰，调音我觉得跟 S-RON 自家的其他调音差异不大，声音都是走比较干，但临场感还原度不错，中高音的延伸感很好，很明亮。但有些电子音和拔会觉得尖尖刺刺的，空间感有营造出来，也可以透过 App 修改 EQ， 支援独家的听感量测技术，去做到双耳平衡听感，平均7.8分。Linkbuds 是唯一一款把耳机戴在耳道里的。确实临场感和沉浸感有很不错的听感，但它也是少数我在听音乐时可以相对听得清楚其他和我对话的内容，声音听起来很冲突，沉浸感不错，然后又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没错就是这样，声音我是觉得真的是听个响的地步，低音呢几乎只有点到感觉很无感，人声呢可以听得出来有微微凸起感，但有一些距离不够贴耳，女生的部分呢略微暗，不够透亮，但有穿透力，平均6.8分。Aerofit 的人声呢，有点像是歌手含着卤蛋在唱歌，整体音质黏黏糊糊的，分离度普普，人声细节比较少，乐器的形状呢也相对模糊，低音的残响拉得很多，听感上的低音很满很充沛，但声音的指向性很好，所以声音很集中，比较少会有散散的感觉。我个人比较推荐听的音乐呢是原本低音比较少的歌，因为它会放大低音的亮感，如果本来就比较多的话，听起来就偏轰。但如果本来就是比较少，听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刚好，增加一些低音比较少的歌，一些动态感，譬如说 PP-Link 的最后一班这首，平均6.7分。eMIS Airflow 是主打通话商务的开放式耳机，原本以为会袅袅的，没想到音质还算不错，人声不会有压缩感，或是过于突兀，压住其他频段的声音配乐，但位置上呢有一点后缩，跟其他的配乐呢会有一种差不多位置的听感。低音很轻不多，而且颇靠后的，细节上呢还不错，不会有很空或是没质感，平均7.6分。Soundgear Sense 呢，这款我本来当初听了这副的时候感觉不咋地，但现在呢跟其他开放式耳机这样对比发现，其实不差啦，在一般耳道式的蓝牙耳机比可能逊色很多，但都是跟开放式耳机相比呢，似乎就可以看到它的亮光了。低音的力度呢亮感刚好，鼓偏 Q 弹，不会生硬，歌手保留很细微的气音，而且干净清晰度很够。乐器的形状呢依稀可以感受得到，整体的调音呢也是偏暖的，平均7.9分。Clear 有透过 Snapdragon Sound 的认证，支援 aptX Adaptive， 这个之前也介绍过很多次了。简单来说，就是搭配 S888 之后的处理器的手机就可以使用这个编码，但它也是目前少数我可以透过手机开启 LE Audio 选项的耳机。但说实在的，我听不出来 LE Audio 开跟不开的差别，达到人体极限。音质方面呢，我特地调到了抽样率96K 赫兹，呈现出来的细节确实没话说，但是这个调音我觉得怪怪的。
预设是经典，听起来有点像是低音啊，大约在中间，然后中音欧下去，高音很高，听不太习惯。那个高音呢，感觉就是硬拉上去的。我这边这样子有调一版，可以参考啦。我是觉得怎么调都没有很合我胃口，平均7.1分。Aerophase Pro 的声音包覆感强，集中感也强，很强调低音的亮感、震感和残响很重，也渐渐影响人声会略微靠后。支援 LDAC， 但需要先到 App 里面选择音质优先。我个人觉得听感跟 AAC 的差距挺大的，所以 LDAC 还是必须常驻的。细节上我觉得还行，不到很锐利，但不会到很糊，有基本的线条感，平均7.7分。Free Clip 的低音力道小，带点 Q 度，声音整体很干净。它比较突出的地方呢，应该是高音的锐利度、延伸感，是我这一次听到这么多副里面呢，耳机里面高音处理的最好的，清晰不刺耳，很有那种监听感。没有过多调味的感觉，中音呢略带细节，保留一点唇齿音。因为低音呢没有过于强调，所以它的人声会相对突出明显。App 里面有4种调音，其中有清晰人声，我自己觉得预设就很棒了，平均8分。韶音这副呢，我觉得音质就开放式耳机很到位了，用上18mm 和11mm 动圈单体。App 有预设标准，人声、低音增强、高音增强和自定 EQ， 低音残响很重，声音的集中感很强。所以沉浸感很不错，很扎实厚实。基本上呢，这副在音质没什么问题，平均8分。果然没让我失望，音质是正常发挥，低音的表现呢依旧是比较突出的，但应该是耳夹式的短板，就是没有耳挂式开放式耳机那么集中。所以听下来会觉得跟6K 的开放式差不多，但以耳夹开放式来说，它的解析力、声音的临场感、自然度、分离度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人声靠前自然，保真度挺高的，一样有支援4种 EQ， 也可以自定义，也有和 Ultra 一样的沉浸式音效，不错，平均8.1分。那这几款呢，只有 Tozo 的 Open Bass、S-Round 的 Track、JBL Sound Gear Sense 这3款可以调整出音口的方向。这个就会影响所谓的舒适度，因为如果顶到你不喜欢的位置呢，可以做调整，还会影响聆听感，因为可能声音没有对准你的耳道去播放，那你就可以调整出音的方向，这也是开放式耳机比较少有的。针对这全部耳机音质的部分呢，我这边一样有整理一个表格，然后列为5个梯队给大家参考看看。外观和设计啊，我就只点出几个我觉得特好或是特差的，其他我会用分数说明。看到耳机最高分9.2分的 BOSS， 我觉得外观设计、夹耳的设计都是我觉得很出色的。外观好看，夹耳的设计很人性化，很快就可以戴上耳朵，几乎不太需要去做调整。另外，最后2名，拓图的耳机本身设计就有问题，前面有提到难戴、超夹，然后耳机外围的细胶感觉也没有包好，都已经出现皱褶，无言以对。虾皮款呢就很一般，耳机的充电盒满满的塑胶感，但是人家至少卖得很便宜，我没有什么好靠腰的。最后 App 呢，这个应该算是加分项，我觉得可以斟酌在总分加上0.5分，有的耳机确实是没有的。这次介绍的16款，只有10款是有支援的。因为大家的 App 功能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先说明大家都有的功能。如果有比较特别的功能，我再拎出来说明。基本上全部的耳机呢都有支援预设4种以上 EQ， 其中只有 Clear Arc 2代电竞版，还有另外的 FPS 射击游戏和 RTS 即时战略游戏的 EQ， 其他都是针对音乐上的 EQ 变化。那其中呢只有 Tozo 华为是不支援 EQ 调整的。讲几个我觉得功能比较特别的，有这个 S-Round 的 Track， 它跟其他的 S-Round 耳机一样有支援这个听感量测功能 ，Turbo Bass 实境音效，也有通话测试工具和包机工具。Sony Limbus 支援说话治聊天，听音乐的时候呢，讲话会自动暂停音乐，就不需要为了讲话再拔耳机。Soundcore 的 Aerophase Pro、JBL Sound Gear Sense 这3款都支援双耳音量平衡。假设我听音乐啊，觉得右边好像比较大声，那我就可以把声音往左边拉一点，让双耳的声音是接近一样的。然后 Clear Arc 呢的话，有一个功能叫做体感控制，分为通话和音乐控制。点头接听，摇头挂断，向左转头回到中间呢是上一首，那向右呢回到中间是下一首。我自己的使用心得，我觉得不好用，超级不好用。
我的座位是这样子 L 型的，我的座机是在我右边，那我可能会转过去接个电话，拿过来，或是我右边有电脑，我看一下回头，切割了。然后我现在是用这个双萤幕加笔电，所以我有时候要这样子转头看，切割，无眼，既热又难用。最后，华为 FreeClip 有一个叫做左右耳机自我调整功能。这个功能的耳机呢，没有所谓的左右耳之分，它会自动调整声道。如果发现听起来怪怪的，你只需要轻轻点头就可以提高辨识。接着就是我们的实测环节，有漏音、音质和通话。当然，录音经过转档会受损，所以仅供参考。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atmosphere. I can help you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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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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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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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呢，如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是以下的评分。这边有一款耳机比较特别 ，eMeet Airflow 这款呢，它除了耳机内建的麦克风外，它还有独立设计一个可插拔的麦克风，接上去呢会更贴合嘴巴。这边也会多一个项目，是它自带麦克风的分数和另外补上麦克风的分数。我这边就算把自带麦克风的分数呢排名进去 ，eMeet Pro 呢依然是分数较高的，不影响整体排名。最后我整理这个大评分表，但因为太多款，所以我会先放上前8名。那这个排名呢是依照加入 App 的0.5分的排名。那如果说对于 App 有无都没差的朋友，建议可以直接看平均分数即可。终于结束了。我这个题材呢，也是做了快1个月，因为耳机9代都会不舒服，为了更加客观公平，我还必须先佩戴2到4个小时，然后休息1个多小时，再去佩戴下一副，所以也是一个比较耗时的测试。那你觉得这几款最喜欢哪一款呢？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也会尽快回复大家。也别忘了帮这支影片按赞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See you。